我是3，这次的改造是一位爸爸要送给小儿子的6坪小套房。那爸爸本身就是我们的粉丝，所以他对我们的影片可以说是了若指掌。那时候在咨询的时候，他提到了这支影片日式慵懒风，他非常喜欢。所以呢，在这个空间里面的设计，我们就会套用这个风格。那他们其实还是有点小差异，是我会再多加一些黑色细线条跟黑灰色的元素。那因为整体的空间比较小，所以在家具的配置上选择了可以多功能使用的家具，例如沙发床跟折叠桌。那沙发床的部分是因为有时假日大儿子也会过来居住，所以在床的旁边放了这张沙发床，就是希望可以让哥哥来住的时候能够有独立的休息空间。而在床跟沙发床的中间呢，则摆放了一张可折叠式的桌子，平常可以当床边桌使用，但若是有朋友来聚会用餐，其实这张桌子是可以拉出来展开，变成一张很大的桌子来使用的哦。我们现在所有的基底呢已经完成，家具也定位好了，今天要开始布置。那所有的家具跟基底的配色呢是用木头加上白色跟浅灰绿色来做搭配。那我们现在先从玄关区开始，大门一进来就是原有的琉璃台。那我们只有对它做微整形，把原本米色泛黄的台面换成了木头质感的款式，所以整个我觉得好看度就大大的提升。还有个东西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这次的大发现。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个绿色的玻璃非常丑，然后我就很想要拆掉。但业主说他考虑到清洁问题，他还是不想拆，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不要拆。然后这次呢，因为是走灰绿色系的空间，所以呢，在整个厨房区域也都使用了灰绿色来做墙面的油漆。漆完之后发现跟这个玻璃完全融为一体，超搭，就是其实蛮好看的，而且完全看不出来。对，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这个东西，可以推荐大家选我们 Lofi House 的风格油漆柱，然后你就可以让你的厨房空间整个风格很一致哦。在琉璃台对面呢，我们帮厕所换了一个滑门。其实它原本呢，它是一个推门式的，所以一推进去之后，厕所空间瞬间变得很小。所以呢，这次呢就加装了一个木座滑门，然后把原有的门座拆除。其实这个设计方式跟我们某一次厕所的改造非常的相似，大家可以去那支影片看看哦。那这个门呢，它的木头款式是呼应琉璃台的台面，我觉得质感跟纹路我都非常喜欢。另外，我超想推荐大家这个把手，我在网络上或者是实体门市，我都找不太到这种黑色细线条、很利落感的款式，大部分都有点偏工业风。那这个呢，是我在 IKEA 的把手5金区找到的。蛮推荐的，大家应该都没有注意到上面的轨道吧？我这边想分享我一个小心得，就是大部分我看到的范例上面的木座轨道都会用跟门一样的贴皮款式，但我这边会比较建议呢，可以漆成跟墙面一致性的颜色，这样子上面的轨道跟墙面会融为一体，也可以更凸显这扇门成为主角。在玄关区放一个可以收纳的篮子，那一进来的时候呢，就可以随手丢钥匙啊。还有放手机之类的。其实玄关这个空间真的非常小，而且有卡东卡西，像是对讲机、开关跟电箱等等。所以在这边呢，我都是买比较窄小型的家具，像是这款鞋柜，然后放在这边刚刚好。然后这个空白处呢，再放一个长长的全身镜，上面放衣帽挂钩。其实这整个空间呢，设备就很齐全了。然后另外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最上面我加了一个小小的层板，其实这层板呢是为了让我可以放垂钓植物，让它可以让整个空间呢视觉上更有层次感。在琉璃台区呢，我搭配了一些符合这个空间风格的灰绿色，还有木头质感的元素，跟黑色细线条的元素。像这个呢，这个我在 Zara Home 挖到的包，我觉得它超漂亮，我很少看到这种颜色，它有点黑色雾面质感的刀叉，很美。那这个盘子呢，我觉得也很好看，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均匀的灰绿色，
它是中间有点深，晕开来到外面又变有点浅，我很喜欢它的颜色，是在 H&M 买的。好，现在要来开始摆设。走上台阶之后，就是屋主的卧室休息区。那这次我很大胆的把整个3面墙都漆成了他爸爸非常喜欢的浅灰绿色。那在所有的家具搭配呢，我只是用了木头跟白色，然后去叠层次在绿色墙面之上，然后包含这一整面，我也用了白色的纱帘跟布帘，这样子呢，其实整个空间你还是会觉得很清新、很明亮的感觉，但又可以看到他们很喜欢的浅灰绿色，所以我还蛮推荐这样子的家具跟墙面搭配法。这个空间呢，唯一的白色墙面就是这里。因为如果这边再漆浅灰绿色就太多了，另外我想白色整个延伸过来到这边做连接，所以这样子整体搭配呢就会非常和谐一致哦。这次的风格用浅橡木色的地板是最适合的，然后我整个花纹啊也选择木结跟线条比较鲜明的。我们现在就要先从书桌区开始 deco。这次的屋主他本身是刚考上医学院的大学生，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层架呢主要是给他放一大堆参考书啊、教科书用的，其他呢我则是选择了一些垂吊式的假植物、木头，还有黑色系线条的装饰品，来去增添层架上的层次。这是在 IKEA 看到的书档，我觉得它跟墙面的颜色非常搭。然后啊，这幅小型的画作，等一下呢，我会在 iPad 上画画，然后把它影印。哦，还有这是我去人造植物店买的，它是卖一大包的树干厚片，感觉很好吃。然后它这个呢，原本其实也不是当杯垫来使用，它就是一般的陈列或装饰品。那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当它的杯垫，有没有？他们感觉就是一起卖的。最后再搭配一个黑灰色的桌灯，然后它是雾面金属的，我觉得雾面的东西就会带给我很有质感的感觉。另外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它的这个底座可以充电，超厉害。但是我的不行。然后呢，就是衣柜区。这次的衣柜呢，我挑选了木头色的门板，但是是搭配白色的柜身。然后里面的话，对，还有帮他买一些，比如说衣架啊、收纳篮。其实我觉得 IKEA 衣柜蛮好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收纳物的配件，所以像是这个，它可以刚刚好的放进去，然后里面可以塞非常多的棉被、枕头芯跟衣服。在衣柜旁边还有个狭小的空间，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用这样子的格子柜体来把空间做善用跟填满。那这个空间呢，还可以让它再继续放更多的书籍。觉得这面墙挂上一幅很大的画作，超适合。等一下，这2幅画作我会来 DIY。这次的床垫一样是我安奈特的，真的很舒服。我以后有自己的家，一定要买它的床垫。那我们现在来到床区，这次寝具组的话，我挑选了白色，然后床包用很浅的灰色，让整个床区是很明亮的视觉，有点像置身于饭店的质感。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抱枕跟毯子来去做点缀。这次的沙发床我找超久才找到可以符合这个大小的尺寸，然后睡起来又比较舒服的。那这款是 AJ2 的沙发床，然后它有非常多的颜色。那我选择了米色，是因为我希望这个整体的空间颜色比较一致，比较简单。那我现在来示范怎么摊开给大家看。再把它加上枕头。这沙发床会那么推，是因为我去试躺过蛮多款沙发床，然后它都会有个通病，就是我一躺下去，有些骨架会撞到我的骨头，
怎么睡都会很痛，但是这款不会，就不管侧睡还是正睡都软软的，蛮舒服。那另外可以看到墙上我有装2个壁灯，就是分别给沙发床跟床区的人做使用的哦。在床跟沙发床的中间呢，有个折叠桌，那平常如果要用餐或是有更多人要使用的时候，它是可以拿出来延展开来，让更多人当餐桌的。展开它。其实这张桌子啊，我们之前在2.5平小房间大改造的时候也有用过，大家可以点影片链接去看。我觉得床边桌摆一些绿色的植物，还是可以让心情变很好。在挑选盘子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挑选形状不一的圆形啊、长方形来去做搭配，会看起来更有趣一些。然后墙上我们挂一幅画作。沙发床上面也摆几颗抱枕，灰绿色、黑色的，跟这种白色，但是它上面有一些格纹的。然后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是架乐器的支架。虽然我从他爸爸那边听到他儿子会弹贝斯，有组乐团，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可以帮他准备一个挂乐器的东西在墙上。那因为我还没有拿到他的贝斯，我直接拿了我的吉他，黑色的，是不是也很适合这里？可以唱一下。好，交给你唱了。然后我们在吉他下面摆一台德国百灵的空气清净机，超有质感的，而且它跟吉他超级搭。我好想要一台哦，它感觉很贵。前端呢，我觉得可以沾多一点黑色，然后沾一点点的水就好，不然这张纸会太湿。然后就这样晕染开来。那接下来呢，要用越来越多白色，它才会比较像是置身在云雾里的感觉。如果都是黑色的话，会是乌云一片。为什么那么黑呢？小心不要沾到黑色。画好了，画好了，挺好看的。画好了，等它晾干。那我们先画另外一幅。好，接下来画第3幅画，小柚子。小柚子来，我跟你讲，我们公司呢就是要各司其职，我就是画画，Sel就是写字，那你呢就是用科技搞事 ，iPad 画出来。没错，我就是指使他直接画出来。好，那我们要开画咯。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超好用的软体，它叫 Procreate。哎呀，强化大家看一下 Procreate， 对，你可以拿纸的会比较好画。是不是很像科技白痴？画完了，我们都画完了。我们来比较一下，你们觉得谁画比较好？请在下面留言。好好转哦，3、2、1。就有观众想说这2个都一样，我觉得看不出来。再看一次，再看一次，看仔细一点，再看，来，那是学生的，那是老师的。青出于蓝，没有剩余蓝。我们把画作印出来了，放在框里，瞬间又变得更好看。然后最后选了幼婷老师的画作，就是毕竟老师那个细节画的还是比我好。那我要把它放在书桌上的层架。其实会架这3个层板啊，跟屋主讨论蛮久，到底要怎么样妥善利用这个空间，又可以挡住变电箱。那屋主本身的家里呢，他也有使用过一个方法，是架3个支架，上面放一个层板，然后就放着不要锁住。那其实如果要使用变电箱的时候，还是可以把层板拿开，然后打开做使用。所以呢，这次又听取了他的建议，那我觉得真的蛮好，整体视觉很平衡，也很好看。然后在这个层架上呢，我们也摆了一幅刚列印出来的画作。那它上面是手写字 ，Decide every morning that you are in a good mood。被挂上墙，很好看哎，超棒的！这个区域就完成了。最后要摆上披头士在这面墙上，这是我今日最满意的画作。造完了这间非常温馨的小套房，而且这边采光跟风景真的超好。
我自己改造完也非常想住在这边，而且我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我觉得我帮爸爸圆梦的感觉，因为他其实买下这个房子，就是很希望可以给儿子在台北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入住，而且全部的家具啊、饰品还有视觉上都希望把它完完全全的打理好。那因为这次空间很小，所以我们也运用了一些折叠式的家具。如果是兄弟2个人住，或者是有朋友要来的时候，都有更多的弹性来使用这个空间。那最后也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空间各个角落都已经蛮完整的，但是如果由你们来设计的话，你们会想要怎么更改格局呢？或是哪个家具你们会换成不一样的款式？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那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